各位道友，大家好，我是老人。这期我们来讲手臂啊。我这个骷髅人啊，稍微做了一个升级，我把这个手臂这块重新画过了啊。然后这里是手掌朝前，这里是手背朝前啊。到这边呢，就是刚好反一反。然后这两柄斧头呢，是为了更好的看一下肌肉在骨头上是怎么连接的啊。然后这个肩胛骨上的一些肌肉呢，我以后在讲手臂和躯干的连接的时候也会用到。我们从上臂开始看啊，上臂有3块比较出名的肌肉啊，三角肌、肱二头肌和后面的肱三头肌啊。那我先讲2个不太出名的肌肉，分别是会肱肌和肱肌。会肱肌呢是在我们肩胛骨会突这个位置开始，然后连接到肱骨大概中点，然后有这么一段肌腱的距离。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当我们手臂需要夹紧的时候，会用到这块肌肉。换个颜色，肱肌。肱肌呢，它起始的位置呢，也差不多是在肱骨中间的位置，然后有这样一个尖尖的三角形的形状，然后它连接到耻骨，耻骨出笼，大约是这个位置啊。从这边肱骨中间开始，上面稍微窄一点，下面稍微宽一点，形状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肱肌是弯曲肘关节的肌肉之一啊，应该是主要的肌肉。然后我这里把背阔肌补充一下，背阔肌我们从这上来，它是连接到这个小节节肌上面，对吧？绿颜色是胸大肌是在这个大节节肌上面，啊，这里面的小节节肌。接出来，然后它是在背阔肌是在我们这个会肱肌的后面的。先这样，好，下面是肱二头肌，它有2个头啊，一个长头，一个短头。长头呢是从大节节肌和小节节肌中间形成的一个像山沟一样的地方连上去，连到肩胛骨的这个肩关节上面的有一个叫鱼上结节的地方，从这里面出来啊，然后这样下来。然后另外一个短头呢是从这个会突的一小段出来，画一下。其实也可以把长头理解为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个肱骨这个圆球的上头出来，这样理解简单一点。这样过来，它会被胸大肌遮住一部分，然后连接到桡骨的桡骨出笼上。肱二头肌会把这个会肱肌给遮住啊，并且也会遮住大部分的肱肌。然后2个头在肱二头肌中间的位置汇聚，中间是有个缝的。这被遮住的部分我就把它弄成虚线了。下面连接的地方没有那么宽啊，
窄一点。然后肱二头肌它下面呢还会有一个膜状的腱膜，这样过来连接到这边的肌肉，连接到这边肌肉上的筋膜上面。我先这样画一下。好，然后是盖在它们上面的三角肌。它三角肌有3束就是锁骨这一侧有1束，然后中间肩峰这一侧有1束，然后后面肩胛骨这一侧有1束大概是这样的，这样1束，这样1束，就绕到就是边上去了然后后面大概1/3的地方，这样有1束这个到前面去。好，先画这一侧，那就是从锁骨第3段开始的。记得这中间它有一个小三角形和胸骨和胸大肌会形成一个小三角形。然后它结束的位置呢，大概在肱骨中点向上这么一段是它的肌腱外形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这个角度呢，我们还能看到后面的肱三头肌我先把它的外形画一下。具体是怎么连接的，我到讲后面的时候再说在外侧呢，它是有从我们的肱骨后上方出来的叫外侧头的肱三头肌，外侧头，然后这里面呢，它有一个长头是从肩胛骨连出来的，然后里面有一个内侧头是从肱骨后下方长出来的。从外面看的外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我继续讲前臂肌肉之前，我先讲一个解剖学上的术语当我们的手背朝前的时候，这个姿势称为旋前位；当我们的手掌朝前的时候，这个姿势称为旋后位当我们的手掌朝着大腿的方向的时候，这个姿势称为中立位。那么旋前和旋后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的桡骨围着耻骨旋转到前面，所以是旋前位我们的桡骨围着耻骨向后旋转呈平行的状态，称为旋后位说这么多呢，其实是为了引出一条在表层能够看到的肌肉叫旋前缘肌，它是从我们肱骨的内上髁这个位置开始的这个位置呢，其实也是我们前臂的屈肌群起始的位置它从这里开始，然后有一部分会连接到耻骨冠状突，
也就是耻骨出笼上面一点的位置啊，然后继续延伸，向下延伸，会覆盖掉一部分的肱肌，延伸到桡骨中段，大概是这个样子。与它配合的呢，下面还有一块肌肉叫旋前方肌，它是一块方形的肌肉。它们俩的作用呢，就是把我们的桡骨向前旋转。那与之对应的还有向后旋转的肌肉，叫旋后肌。旋后肌它是从外上髁肱骨的外上髁啊，这样子连过来，连接到桡骨上。那么由于它是会被遮住的啊，具体我就不画了。然后这个下面的也是会被遮住的，所以只需要记住旋前圆肌就可以了。然后这边外侧是一条很重要的前臂上的屈肌，叫肱桡肌。它开始的位置是在肱骨外上髁的上缘，然后连接到桡骨下面的茎突，桡骨茎突，这个凸起上面一点点的位置，从这儿，然后它的外轮廓呢，就是我们手臂在这个位置的外轮廓。肱桡肌呢和我们的肱二头肌和肱肌一样啊，主要是负责把我们的前臂抬起来，肘关节弯曲啊，负责肘关节弯曲。然后它最有效的屈曲的角度其实是在中立位啊，中立位也就是我们的手掌朝向我们身体的时候的那个位置啊。这边内侧就是屈肌群啊。然后在表层能够看到的主要是3条肌肉，我把它们的形状画一下啊。它们开始的地方呢，是和这个旋前圆肌差不多在一起啊。我是绿色看不太清楚，换个颜色。中间用蓝色。最里面的还是绿色啊。OK， 好，那这个屈肌群啊，中间这2条肌肉是不是经常会看到啊？我们抬手腕的时候是不是会经常看到？但就是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对吧？
它们叫什么呢？叫最熟悉的陌生肌。中间这一条呢叫掌长肌啊，它最终会连到这个4个掌骨上，然后肱桡肌和掌长肌中间的呢叫桡侧腕屈肌，靠外面的这一条呢叫尺侧腕屈肌啊。那它还有一部分呢是长到耻骨后面去的啊，会长到耻骨后面，所以在这个位置看上去会薄一些。在它们下面还有一个中层肌肉啊，叫直前屈肌。当我们握拳的时候啊，这里呢会微微隆起啊，那就应该是直前屈肌发力，让肌肉隆起的缘故啊。然后补充一下上面肱二头肌这边的腱膜啊，会和这边屈肌群的表面的筋膜有一些连接，这样慢慢这样连过来。好，然后我们现在画一下背面，画一下背面。首先是肱三头肌，肱三头肌有3个头啊，一个长头连接在肩关节下面，叫鱼下结节的地方，然后一个是外侧头，它是连接在这个圆球下面一段的位置，然后内侧头比较大啊，它覆盖在肱骨后面一大部分的面积。大概是这样，一半往上一点的位置啊，差不多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个上面是长什么样的。先画一下内侧头啊，内侧头大约是这样一个形状。然后肱三头肌在鹰嘴骨上方会有一个，就这个耻骨的鹰嘴突上方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肌腱。然后是长头在这里，然后是外侧头，差不多是长这个样子吧。把遮住的部分擦掉。长这个样子。这边的背阔肌会被长头遮住啊，所以把这边擦掉一点。然后是三角肌，三角肌从后面看，它是从这儿开始的啊，肩胛冈内侧的1/3处，有一部分有一点点会被斜方肌遮住。
后结束的地方大概在肱骨中点的位置，这边对过来。遮住的部分虚线。好，从后面看就这2块肌肉啊，完了。肱三头肌可以画的再稍微粗一点，画的稍微粗一点。这样看上去稍微好一点。三角肌的形状修一下，插到前面去了。好，我们看一下前臂、手背这一侧的肌肉啊。我之前是不是说这儿的尺侧腕屈肌，它有一部分是连接到后面去了啊？它就是它在后面的开始的地方呢，在肱骨的内上髁，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在耻骨、鹰嘴以及耻骨上面的一部分。我先把它的外形画一下。然后这条肌肉呢，它从沿着这个耻骨慢慢下来，再靠近下面耻骨茎突的地方，绕到前面的手腕侧去了。从这开始绕到前面去了。好，那么以这条肌肉啊，这条线啊为界呢，就形成了一个肌肉的间隔。也就是说，这边是连接手腕的屈肌，那这边呢开始呢就是连接手背的伸肌啊，伸肌群。可以理解为扎辫子啊，一边向左扎，一边向右扎啊，那么这个头发它就自然而然在中间分开了，是吧？出现了一个缝，这条缝呢在体表是能够看到的啊。这边外面呢看到的先是肱桡肌，它是在这儿开始的，从这儿开始。连接到桡骨下面的桡骨茎突，
在手背这一侧呢，紧跟着勾桡肌有一条肌肉长在它的后面，叫桡侧腕长伸肌。在肱桡肌的后面，这边出来，它会在这个角度的话会遮住肱桡肌。桡侧腕长伸肌呢，还有一个小弟啊，叫桡侧腕短伸肌，它是从这边屈肌的一个共同肌腱啊，长在肱骨外上髁这边下面一点的地方的一个屈肌共同肌腱出来，从这里出来，是比较小的一块肌肉，这样3条肌肉是比较紧密的连在一起，在开始的时候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共同往下走。眼看着这2条伸肌啊要被带跑了，这个时候从伸肌群内部出来了2条肌肉，一个叫母长展肌，叫母长展肌和母短伸肌，它们在这个桡骨的前端路拦了一下。路拦了一下，然后这2条肌肉呢，就又回归了伸肌群的队伍。它们的肌腱呢，就从这2条肌肉的后面连接到手腕前面去。到这来了。在这2条伸肌连接手腕的后面其实还有一条叫母长伸肌的肌腱紧跟其后那它属于深层肌肉大部分被遮住了，所以一个肌腱呢这样连接过来，连接到最前面，这边是一个是连接在这儿，一个连接在第2节。因为这不是我们这期的主要内容，所以我就提一下，就带过了。由于连接拇指的这3条伸肌它们中间部分是被盖住的所以我就把它擦掉了，为了不影响其他肌肉的展示。那么在这两边中间还有3条比较重要的肌肉有一条比较大的在中间，叫指伸肌，它也是从这个共同肌腱出来，它是贴着这边的桡侧腕短伸肌，这样过来连接到中间。它的肌腱在这里会变成4个，连接到这边的4个指头上。然后在它旁边有一条比较小的，叫小指伸肌，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细，连接到这边去。在最外侧呢，叫尺侧腕伸肌，它会在它们这2个和这个边的屈肌会稍微发生一点挤压，空间比较小哥们让让。好，连接到尺侧的手腕掌。
好，在这个中间的夹缝这儿啊，还有一块肌肉叫肘肌。肘肌。它是插到这个桡侧腕长伸肌里面去。会盖住一部分的尺侧腕长尺侧腕伸肌。这边就是鹰嘴骨会露出一点骨头好，到这里我们就基本上把手臂旋后位前面和后面的肌肉大致上梳理了一遍然后这边的旋前位我留到下一个视频来说。那么散修修炼不易还请各位道友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下。山高水远，我们下期再见。